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利用 RME 的 Babyface Pro 来进行网络 K 歌和直播。这里呢有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比较简单比如说你是一个主播，然后你呢并不是以这个唱歌这类的这个才艺来跟你的这个观众互动的，你顶多就是打打游戏，对吧？比如说你玩什么撸啊撸或者什么魔兽世界或者其他的什么游戏吃鸡什么的，然后呢跟你的观众呢更多是弹幕上的这个交流别人发了弹幕，然后你用这个语音来回复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并不需要很复杂的这个话筒什么乱七八糟的设置，包括什么宿主软件加效果器什么的，其实你都不需要，对吧？因为它默认的这个 EQ 已经可以润色你的这个声音了，然后加上一点点混响，那这个时候你跟你的队友、你的观众来进行这个就你粉丝互动的时候，这个其实已经完全足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用简单的这个方案就可以应付了。那偶尔可能粉丝要求你女装一下、唱歌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很复杂的东西，因为粉丝其实喜欢你的并不是你的才艺，对吧？你如果说唱得非常好，会让他们惊艳一下，但实际为了这么一点点效果，你没有必要去折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需要用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案。那我们先说这种方案。那这种方案呢，通常情况下，你跟那个大家聊天，你可能需要放点 BGM， 比如说现在你们就听到了一点点 BGM， 对吧？那你呢就需要用这个，比如说网易云或者酷狗或者其他你喜欢的播放器，来给你的这个粉丝播放音乐，或者说在直播的时候加一点 BGM。那然后呢，你用话筒来进行这个聊天和唱歌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把这2个信号混合之后发送给你的听众就这样，就这么简单。那这种方案的实现呢，非常的简单。首先你要下载一个播放器嘛，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我这边是网易云，当然你用酷狗什么的也一样用其他任何软件都是一样的。那这里面呢，你需要设置它的播放通道在这里设置它的播放通道。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你需要跟你的电脑默认的这个声音通道，就是说分离开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电脑默认的这个播放通道呢是扬声器，是 RME Babyface Pro 的扬声器这个通道。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需要将这个通道设定为与这个扬声器不同的通道。比如说我这边我设定为这个3和4，对吧？这里是1和2，那我这边就设定为3和4。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跟你默认的这个通道不一样就行，不能是一样的，不能这里也设定为扬声器或者说这里是3和4的，这里也设定为3和4。就总之，电脑的这个2个播放通道别是相同的就行，就这么简单比如设定好之后呢，这个播放器就可以进行工作了。别的播放器也是一样的设置，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设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它播放 BGM， 但我已经设定好了，你看这里在播放 BGM。然后呢，我们需要第2个决定我们使用就哪个通道来进行直播这个非常关键。注意你在直播时肯定不可能像录制这个宿主软件里面录音一样，直接选择话筒这个通道来进行录音不存在的，不可能。如果你这么弄的话，那会出事所以呢，你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你一定要先下方哪个通道用来直播，你自己要决定一下。比如我是决定用 ADAT 7和8来进行直播，注意跟上方的话筒是没有关系的ADAT 7和8是我的直播的这么一个通道。好，确定好之后呢，你打开你直播的软件，比如说 YY 或者什么 OBS 或者其他的什么反正你自己喜欢的那种然后设定好之后呢，这个当然我这边就用这个 YY 作为这个讲解，因为很多同学会玩 YY， 那别的你肯定也会然后在 YY 里面点击这个调音台进一个频道，你需要先进一个频道，然后呢点这个调音台这个推子，然后选择高级，然后呢在这里有个音频设置，在音频设置里面呢，将你的这个麦克风设定为你决定用来播放的那个通道，比如说 ADAT 7和8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就 YY 播放声音的这个通道呢，一定要跟你的系统的这个声音通道和你的这个其他的声音通道分离比如说你有这个游戏的系统通道，一般是游戏网页声音比如扬声器就是这个，然后你刚才播放音乐的通道呢是这个，所以呢你一定要将它们进行分开。所以呢我这里将它设定为一个独立的通道，就是 ADAT 5和6，你看一定要将它们分开，不能设定为同一个，这个非常的关键然后呢设定好之后呢，保存一下就确定 OK，这样子就设定好了。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YY 里面有人说话跟你交流呢，它会在这个通道发出声音啊，这里啊。如果说这个你自己这个播放声音的通道呢，就播放音乐的这个播放器呢是在这个通道这里的声音。然后呢，如果说你系统有什么音乐要播放呢，它会是这个通道。比如说现在啊，我来给这个系统播放一些声音啊。我找到一个音频文件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啊。好，有。啊，我用系统默认的这个。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在跳动，对吧？如果我把这个发送给你们的话，你们也能听得到啊。这样，好，所以呢，这个系统播放的这个通道，然后呢，我们你会发现这个就已经分离了，对吧？我们这个设定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分离了。然后 YY 的这个播放通道呢是这里啊，当然我这边默认的我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好，这里。那当你确定好这一切之后呢，你只需要，比如说你想让观众听到哪个通道的声音，你就把哪个通道的声音发送给他就行了。比如你想让观众听到系统播放的声音呢，你就把这个推子推上去，一定要先选择这个啊，就一定要选择这个7和8，这里也是一定要选择为7和8，然后你把你要的这个推子推上去就 OK 了，在这里啊，推给观众啊，观众想听到什么呢？哎，推给他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比如说这里我想让你们听到的声音大一点，我就推上去，这样子呢，你们听到的声音就会更大，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当然，这个 YY 这个5和6这边就千万不要推上去啊，因为如果你把 YY 5和6的声音发送给观众的话，那观众跟你交流时，他就会有回声，会所谓的卡麦啊，这点非常关键，这个千万不要推给观众，这个非常关键啊。也就 YY 返回的声音不能推给观众，其他的任何一个轨道的声音都可以推给观众。那这样子呢，你要让这个就是说你的观众听到这个话筒的声音呢，你就把上面这个话筒的声音也发送给他就 OK 了，就把话筒这边点击一下，选择7和8，然后将话筒声音发送给你的观众就 OK 了。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发送的声音会有这个偏一只耳朵的情况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你把这个立体声的这个给它拆开之后，如果你发现其中有一个没有发送到声音，你就把这个点击选择中它，然后呢把声音发送给它就 OK 了。比如说这边7和8嘛，对吧？我发现你看我这个是2个是 OK 的，但新版本的 RME 驱动里面是会自动将声音平衡过去的不需要你手动再调一遍以前老的版本的驱动是需要调的，但如果你的不是新版，可以去更新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观众听到的声音呢，就是经过了你混合之后的声音，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意的调节你的话筒的音量，然后你这个电脑游戏的这个音量，你这个播放的伴奏的这个音量只要不把 YY 的音量发送给别人，这个时候就 OK 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YY 这边自由说话，把它关掉。那这个时候我是说话的时候，你看 YY 这边会听得到。其实现在你们在看这个视频的这个观众，你们听到的声音呢，就是跟 YY 的这个声音是一样的是没有区别的，跟 YY 声音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我把这个音乐发送给他就是说这边呢就会出来这个声音，就是说音乐的声音就会上去当然我把这个拉掉就没问题了，就没声音了。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没区别的。这个呢就是第一种方案你用这个播放音乐，然后呢用话筒来说话、唱歌、表演才艺就这么简单，不需要太复杂的这个操作。